各位同学好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大数据数值类型资料的介绍。大数据的话，资料来源里面的话有社群网络以媒体资料包含的文章啊这些图片、影音等。那物联网设备里面的话会接送这个感测器收集到的温度、重量等数据。那一般我们购物的话呢，也会有这种物品的交易数据，还有再来是医疗的病历系统，也会有一些有关病人的一些资料。再来是来自于线上学习平台，以及学习考试学生考试还有一些学习行为的教育数据。那这个资料类型的话，我们分成两类，一个是结构化资料，它是具有精准定义结构的数据，就像 Google 的试算表、Microsoft 的 Excel 这些都是结构化资料。那半结构的资料的话是不符合结构化资料的部分，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像文字语音，还有图片、影像等。那这样的资料类型的话，我们又分成整数还有浮点数。那整数的部分的话，一般我们应用在像那个负整数0跟正整数。然后浮点数的话呢，像我们看到的 1.0 2.5 0.6 这种小数的数值。在分析数据中的话，我们要提取有用的价值资料，来优化公司的营运的部分。那改进产品的设计，来预测未来趋势，来洞察消费者的行为。例如我们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，可以帮助公司优化它的配线路线，来缩短它的运输时间，来降低它的营运成本。在大数据里面的话，我们常看到的3种分析是现状分析、原因分析跟预测分析。那这个3个方面的话呢，预测在大数据里面扮演的重要的角色，来帮助企业的话在不同层面的话理解数据，做出准确的决策。在现状分析的话，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，来了解目前当下公司的状况。简单来说的话呢，现状的分析的话，对于公司透过公司的历史资料来了解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，进而洞察目前的营运的状况。那这样的分析的话，可以帮助公司了解营运的全貌，来识别出过去的趋势跟模式，然后有助于公司有效定制策略，改进营运的状况。未来分析工具的话，做一个镇定坚实的基础。原因分析的部分的话，主要是找出影响的结果的具体影响。那因为现状分析的部分是整体的结果，所以需要深入导致这些结果原因的话，需要做过原因分析。那原因分析的部分的话呢，透过分析来导致现在的现状分析的结果因素。当下的整体部分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它背后的原因，来协助公司治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或下定决策。那原因分析的话，可以帮助企业公司来制定决策。然后呢，预测分析的话，可以评估决策的重要的工具。那透过准确的预测未来的趋势跟行为，企业的话，公司它可以简化这样一个作业流程，来提供它的收益，来降低它的风险。那从竞争的市场里面的话脱颖而出。那我们在分析大数据资料的步骤里面的话呢，首先我们会有资料收集的准备。那获取数据的时候，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数据做清洗，处理这些缺失的异常值，保存有效的资料。然后呢，再来是资料的储存。那储存过程中我们会选择合适的资料库来做资料的储存。再来是数据的运算。那我们会使用的相关的功能，例如特征工程，会选择找寻合适的特征来提高模型的效能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些问题呢，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。然后呢，使用的数据的训练，来训练模型。那再来是模型的训练的话，验证后来进行模型的预测。然后呢，来获取未来数据的预测结果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透过预测结果来做解释，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视觉化，然后来表达出这个结果。我们可以透过图形或者是图表来做呈现。那大数据的话，在模式的选择方面的话，我们根据机器学习的多种
技术，还有深度学习。了解这种方式的话，可以让我们找到合适的模式来进行预测分析。例如机器学习的话，是一种人工智慧的一个技术，然后能够从学习中做出决策，无需去撰写程式设计。所以它很广泛应用在图形的识别啊、语音识别、自然语言处理跟推荐系统。那机器学习的话，分成非进度式学习、进度学习跟半进度学习跟强化学习。那深度学习的话，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领域，模仿人类的类神经网络来进行数据的分析跟模式的识别。那深度学习的话，特别擅长在处理大量的非结构化资料，例如图片啊、声音啊、文本等。为了了解这个大数据的资料内容的话，我们常常用视觉化去表示这个资料。所谓的资料的视觉化的话，都是透过图表来做说明，借由图表、图形还有图的视觉化的元素，来提供一个让这个视觉化可以提供一个可存取的方式，来查看、理解资料中的趋势。那视觉化类型的话，我们包含了一些图表啊、地理空间啊、表格这种3个形式。那每一个视觉化的类型的话，都有独特应用的场景跟优势。那透过图表的话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，还有它的模式。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看到它的结果，然后让决策者的话可以很直观的来了解这个数据，做出准确的判断。那无论是长条图啊、折线图或圆饼图，或其他的图形，都是有效提供资料的可读性，来促进资料的传递跟沟通。圆饼图的话，主要是呈现数据的比例。就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译程式发生的错误类型的次数，我们透过圆饼图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出各个错误所占的比例。那长条图里面的话，可以比较不同类别之间的数据。那图中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各个章节里面 PET 的浏览次数。那透过长条图的话，蓝色可以知道这个章节里面简报的浏览次数，红色的话可以看到英文简报的浏览次数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浏览次数的一些高跟低的差异性。那在折线图里面的话，可以呈现数据随时间的变化的趋势。在图中里面，我们看看以那个秀潭地下水的数据变化，透过折线图的话，能够清楚观察到2018年到2014年的话，地下水的变化。那在地理的空间的视觉化，这是一种利用地图来展现数据空间中的一个分布与关系方式。那主要是比例符号图，还有等直线图，还有区域地图，还有热图等这几种的表示方式。那热图的部分的话，可以透过颜色啊、阴影啊来表示数据不同区域的变化。那每个区域的话，有它的深浅啊、阴影的强度，来看看它的数据的话的数值跟范围。那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云林的话，2020年跟2021年它的地层的下陷程度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接近红色的区域的下陷是越来越严重。那在表格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结构化来呈现数据，这个适合在具体的文字、数字、分类资料来比较复杂的来做比较，来凸显那个显示表跟热力图啊跟文字的部分。那文字表的部分的话，是最基本的一个表格格式，也是在形式上面有可以展示数据的详细的资讯的部分。那图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它是河川地下水位的各项的文字，用文字表的方式来做储存。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对大数据数值类型资料的介绍，谢谢。